核四前厂长王博辉曾说，重启核四并不难。他在脸书曾列出重启核四的重要步骤：第一，要选择经验丰富的工程师；第二，是详细检视设备状况；三，进行设备功能测试及系统功能测试；四，补充安装当初未安装的系统。他说，这4个步骤的技术挑战是可以克服的，但是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。姑且不论这4个步骤是否真的容易克服，但政府的全力支持绝对是困难重重的。让我们来看看，核四厂从1978年开始规划，至今已经46年了，期间到底经过几番波折呢？1978年底，台电开始筹建核四厂，选定颜料作为厂址，并展开主设备之招标作业。但1979年三里岛核电厂事故后，国内反核声浪高涨。1982年，经济部长赵耀东指示暂缓兴建，而当时台电已与英国的 Ney Parsons 公司签订7轮发电机合约，台电只好与 Ney Parsons 公司协商解约，而核能蒸汽系统与核燃料则因仅达成协议，尚未签约，故无解约赔偿问题。第二次启动是1984年，台电重新提报计划，获经建会同意以新台币1784亿元预算兴建。但1985年，赵耀东任经建会主委，主张电力过剩，要求暂缓兴建。第三次启动是1988年，台电再次提报计划，但经济部只是暂缓，直到1992年才获行政院和立法院通过。台电在1996年5月完成核反应器及核燃料标案决标，得标厂商为美国奇异公司。1996年10月7轮发电机组采购案决标，得标厂商为日本三菱公司。但2000年陈水扁总统宣布停建，于是台电只得通知厂商停工。在停建100天后，2001年2月14日，陈水扁指示行政院宣布核四厂复工。短短100天，贸然停建又复工，估计造成增加工期44个月及不必要损失约台币1870亿元。这项损失金额尚未考量国家信誉等伤害。第4次停建是2014年马英九总统下令封存至今。目前的核四，除了1号机尚未完成运转测试外，2号机也还未完工。核四厂总共遭遇4次停建，这反映了台湾在核能政策上的波折，以及社会对于核能发展的不同看法。政策反复不定，造成建设延宕，以及国库的巨额损失。如果当年核四不封存，如今或许已经完工商转了。所以有人认为，马前总统封存核四的决定，尚欠国人一个道歉，不知您认同吗？当然，也有人认为该道歉的是另一个人。但不管由谁来道歉，损失都已经造成了。任何决策都有正反两面意见，有人说没有正确的决策，而是要倾全力将决策执行正确。不知您认为如何呢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。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。